在营地，荒野独居的少女惊讶地发现一个陌生的男子躺在那里。她叫醒了他，发现男子穿着与他同一族群的服饰，于是放下了警惕。男子随手拿起旁边的野果吃了一口，表情一脸嫌弃。然后他决定要带少女去找更好吃的东西。虽然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庄，但出于安全考虑，少女仍然握着砍刀跟随在男子身后。在路上，男子建议少女回到山下去，因为在这荒山野岭，每天只靠野果生活，几乎没有营养，而且一个女孩住在这里并不安全。然而少女坚决不同意，她催促男子不要担心那么多，赶快去寻找美味的食物，以补充她的营养。男子爬到另一边，捡起一个白色长条状物体，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洞口，里面有更多类似的物体。凭着多年的狩猎经验，他迅速判断那里曾有动物停留。男子重新捡起白色物体，嗅了一下，基本确定了他的身份。然后他缓慢地退回到少女身边，将那个物体递给她，并告诉她附近有动物活动，他有信心捉到它，然后为她做一顿美味的饭菜来补充她的营养。少女觉得这陌生男子说的可信，看起来并不像坏人，于是立刻答应一起去捉那个动物。随后，男子带着少女走进了丛林，他挑选了一棵大树，从腰间拔出砍刀，对准大树底部砍去，5下就将大树砍倒，然后将长木担到一旁。少女看着男子，心里涌起微笑，毕竟独自居住在深山中，第一次遇到一个好人在帮助她。男子用砍刀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开凿出一个坑，然后把刚砍下的长木横放在上面。接着，他巧妙地运用藤条将它们紧密绑在一起。经过一番测试，这弹性足以支撑一只老虎的重量。少女递给男子另一截大藤条，男子接过并跳起来，将其巧妙地系在树头上，然后打了一个结。虽然少女担心他的安全，但男子坚定地表示没问题。不到3分钟，藤条也被牢固地固定好了。男子又来到之前的洞口，他在洞口前钉上一根树木，然后与少女一同采集了一些树叶，将它们巧妙地遮盖在洞口，伪装起来。接着，他们共同努力地将那根长树扯了下来，然后将树头上挂着的藤绑扣在洞口的木头上。直到出现8字形的藤条后，少女才明白男子正在创建一个捕猎陷阱。只要动物进入藤条的洞口，就会被迅速绑住并弹起来。男子刚才测试那树的弹力时，确信这个陷阱足以捕获几10斤重的动物。半天时间过去，男子领着少女穿越了崎岖的石头和茂密的杂草，怀着期待的心情抵达了之前设置陷阱的地点。男子走在前面，一眼就发现了陷阱的战利品。陷阱上悬挂着一只巨大的豪猪，令他们俩欣喜若狂。他们径直走向陷阱。这只豪猪既庞大又沉重。当少女切断藤条时，豪猪沉重地坠落在地上。最后，男子欢欣鼓舞地把豪猪背回了营地，将其放在地上，准备为少女烹制一顿滋补大餐。少女第一次亲眼见到真正的豪猪，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好奇地提出了一些问题。男子非常耐心地向她解释，
并详细介绍了豪猪毛的作用。接下来，少女前去准备，而男子开始迅速剥去豪猪的皮毛。少女在河边准备了一锅水，将其放在火上烧开，而男子则迅速处理豪猪的毛皮。然后，少女与男子一同用水清洗豪猪，将其抹上调料，夹在树枝上，然后放在炭火上烤制。豪猪的肉在高温下烤制，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味，弥漫在整个山野中。还有一锅浓郁的内脏汤，这顿肉食不仅满足了少女长期以来的肉食欲望，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。他们将烤好的肉和汤摆在一旁，然后愉快地享受了这顿丰盛的晚餐。少女感激地想到了这个男子，他的帮助让她在深山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后，第一次尝到了如此美味的大块肉，远胜于老鼠肉。这块大肉不仅好吃，而且充满了营养。很快，他们两人把这只大豪猪的肉吃得一干二净，然后满足地躺了下来。故事中的男子和少女虽然初相见时陌生，但在困境面前，他们选择互相帮助和合作，共同应对野外生存的挑战。这强调了在困难时期，人们可以通过合作和互助来解决问题。总的来说，这期视频强调了合作、信任、创造性思维和分享的重要性，以及在困难时刻如何共同克服困难。